嘿，我是静香。如果你正在考虑是否移民加拿大，那么看完这部影片，我相信你会对加拿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移民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看法是不同的。乳之蜜糖，彼之砒霜，更何况移民的道路充满曲折与挑战。你愿意一切从零开始吗？你是不是一个愿意挑战自我的人呢？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英语不好，没有专业，来了加拿大是从零开始的，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你自己打理好。有可能你踏上加拿大这片国土，会觉得自己重获了新生一样，但是需要你每天努力工作，为了追求自由，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没有一帆风顺，我觉得只要努力就好。其实就像你选择伴侣一样，你要同时接受对方的优点和缺点。一个国家同样不会是十全十美的，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它的优势，那么就要同样接受它的不足。我将从以下6点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加拿大，来还是不来，往下看了就知道。一、福利。加拿大给很多人的普遍印象是福利好，全民公费医疗，失业会发失业金，生孩子会发牛奶金，低收入家庭还有退税的现金补助，完整的养老体系。今年由于疫情而临时出台的 CERB 紧急补贴政策，每个月2000加币，连续6个月发放到了每一位失业者手上，共计12000加币啊！此外，符合条件还可以继续领取失业金 EI。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2019年起免除了医疗卡 MSP 的月费，除了处方药要自费，看家医、急诊、住院、生孩子都是免费。想知道医疗费在加拿大有多贵吗？如果没有医疗卡，在急诊预约医生就要支付1000加币左右，相当于国内的挂号费吧。然后见到医生就诊、治疗又要支付额外的费用，所以来加拿大旅游探亲千万记得买一份旅游保险啊！但是高福利是基于高税收的基础上的，如果你的年薪是10万加币，将近一半的钱都会纳税给政府。看病呢，加拿大的医疗资源很紧缺，预约加医约到1周或2周后是常事儿，加医帮你约专科医生，那没准就是1个月、2个月之后的事儿了。你说直接去医院急诊吧，候诊室要等4、5个小时，那都是正常的。生孩子吧，由于医疗词语的英文比较难懂，华人都喜欢找华人医生。那温哥华来说，会说华语的产科医生或者助产士就那么几位。你在候诊室等着的时候，如果有产妇打电话过来说要生了，你会见医生匆忙地走出诊室去医院接生了。这时你只能跟前台约下一次的时间了，这天就算白等了。高税收、高福利的政策曾经为减少贫富差距、为社会稳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。怎奈时过境迁，加拿大的社会构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越来越难以支撑庞大的社会需求了。二、教育，这点是我今天着重要讲的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理念，这是很多第一代移民来加拿大的理由。再苦再累，那都是为了孩子啊。的确，在加拿大崇尚的是快乐教育，呼吁要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早上8点半或者9点上学，放学时间早的是下午2点半，个别省份最晚的也就是3点出头。即使到了学业最繁忙的高中阶段，放学时间也不会丝毫推迟。早时间放学的好处就是有充足的时间给孩子安排课外活动，这点上华人家长尤其乐此不疲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。都说中国的孩子课外班多，但也不外乎就是数理化的课外辅导，加上英语、美术、舞蹈和钢琴。在加拿大，几乎任何一种兴趣你都能找到专业的校外课外班，而且都是成体系的。加拿大的课外班更多都是为了开发孩子们的兴趣而开设的，以体育为代表，冰球、冰壶、滑雪、足球、棒球、自行车、橄榄球、篮球、游泳、跆拳道、击剑、高尔夫，任何一种能教导出的体育运动都是有专业的儿童俱乐部，从3、4岁就开始培养，玩得好了直接进职业比赛。其他兴趣班还有编程、机器人，甚至 AR、VR， 如果加入了童子军，还可以体验开飞机、开战舰，甚至烤枪牌。在加拿大的小学没有教科书，老师上课都拿的是打印出来的花花绿绿的类似游戏似的学习材料，大多数知识都要通过实践来掌握。一句话，加拿大小学教的不是书本知识，而是培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
到了高中呢，课业负担会稍稍加重一些，因为加拿大或者美国的大学是很看重高中的平均成绩的，也就是 GPA。而且如果孩子选了 AP 考试或者 IB 课程，立志常春藤大学，压力又会大一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加拿大的高中期间，必须完成一定时间的义工项目，否则不予毕业。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孩子对社会的责任感。而且上大学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，再也不会发生付不起大学学费而把录取通知书撕掉的事情了。中国是9年义务教育，而加拿大执行的是12年义务教育，也就是说，上大学之前进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，就近入学，所以加拿大也是有学区房这一说的哦。但如果你给孩子选择私校，那么不仅仅要有财力支付高昂的学费、赞助费，家长的自身条件也是私校考虑的一个范畴，而且你还要排得上队，那么住哪儿都不是问题，是可以跨区择校的，就是路途比较奔波。在加拿大读了高中，如果想去美国上大学，还是有很大优势的，因为北美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相一致，孩子去了美国念书也会更加容易适应。但是正因为孩子有了快乐的童年，所以父母双方势必有一方要腾出相当多时间来陪伴孩子。加拿大虽然没有硬性的法律规定孩子几岁以下不能单独留在家里，但是普遍都会以12岁为一个分水岭，因为大多数孩子12岁以上会具备独立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了，3点就放学了。你说你是选择自由职业呢，还是提前下班呢？有些学校为了减轻双职工家长的负担，开设有放学课后班，但这种班上没有什么学术上的安排，主要活动也就是看看书、唱唱歌、做做游戏之类的。再提一点，西方国家还是比较开放的。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在所有的年级推行性取向和性别多元化教育课程 SOGI 123。当有一天你的儿子放学回家，告诉你老师说他本来可以是个女孩的，你会不会有点小崩溃呢？研究表明，以多性别认同理念制定的反欺凌政策可改善学校的氛围，减少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，降低他们的自杀意念。早在2015年，温哥华中学就出现了加拿大首个无性别洗手间，而且在加拿大，同性伴侣结婚是合法的哦。所以考虑移民加拿大，也得先看自己的思想是否足够开放。还有一点，2018年10月17日起，加拿大正式实行休闲类大麻合法化。这个政策一出，花儿妈妈的微信群里真的是炸了锅了。这点你能接受吗？3. 多元文化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上海人和北京人的性格都完全不同，更何况是加拿大。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，多元文化，每个族裔都对加拿大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，所以对各族裔也都持包容的态度，民众普遍十分友善。在加拿大有很多专为华人服务的团体和机构，不少机构还得到政府的资助，例如专为新移民进行英语培训的 ESL 机构、中侨互助会等。新移民可以保持他们的家乡的文化、传统和语言。在加拿大，特别是居住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华人社区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。在异国他乡，你仍可享有本族的文化传统。每逢中国春节，温哥华很多商场都会挂起红色的剪纸灯笼，表示对这个节日的尊重，也会举办舞龙舞狮表演。温哥华近年来每年都在唐人街附近举办新春大游行，向加拿大各族裔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会过来参加哦。由于加拿大人口比较少，3700万人，所以竞争也没那么激烈，不会有事没事就心浮气躁的，心态也会比较平和。公交车、地铁上基本不会出现你不小心踩了谁一脚，男人突然就开骂的镜头。那加拿大很少有国内的酒桌生意，这里更多的是去咖啡厅的简单约见。所以来到这里不用担心被灌啤酒肚啦。在国内，你是否根本就不认识你对门的邻居呢？在这里，尤其是住别墅的邻里街坊，都是时常会打招呼的。在圣诞节还会互送礼物表示友好。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少部分人会对外来族裔有偏见的。有人会说外来人口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，抬高了房价。对于这种人，我们不用太放在心上。圣诞节这天，西安超市基本都关门，唯有我们的大统华还在开着门。华人真是努力啊！大温地区的列治文华人比例很高，有的公寓的工会在贴出一个会议通告时，竟然只写了中文，没有写上英文，这还引起了加拿大业主的不满呢。所以各族裔都是需要相互尊重的。说起工作，和上司脸红脖子粗吵起来的员工不多，但是表面上轻声细语、彬彬有礼，暗地里却做小动作的人也有。人性啊，都差不多的。当你第一次来到温哥华国际机场，
你会发现机场的很多提示牌，第一行就是英文，第3行竟然是中文，会不会让你觉得倍感亲切呢？总的来说，经过优选的移民来到加拿大，往往都能较快走上正轨，而且很多都过上了比本地人更好的日子。当你自身足够强大，谁还敢歧视你呢？4. 生活条件、物价。我拿大温地区举例吧，先说房价，目前的形势，大温2室1厅的公寓价格为50万加币起，温哥华市中心的海景公寓最高可达数百万加币，别墅要120万加币起，联排别墅要70万加币起，这怎么算都比国内的一线城市便宜啊！所以在一线城市卖套房，在温哥华绝对可以买到相同条件甚至更好条件的房子。但是买房之后，你以为就高枕无忧了？如果买了公寓和联排别墅，每个月还得支付管理费，无论哪一种，每年都要支付高昂的地税。关于如何选择居住地，可以看我这个视频。民以食为天，这好吃的温哥华就太多了，各个国家的餐厅都有。中餐厅那也是应有尽有啊，港式茶餐厅、日料、韩式烧烤、海底捞火锅、全聚德、串吧、煎饼油条，大多数你想吃的这里都能找到。而且这里还有最齐全、最方便的华人连锁超市大统华。各种中式调料，华人喜欢的菜和肉类、小吃零食应有尽有。在温哥华吃一顿中档次的牛排，不算税和小费，大概人均60到100加币；吃一顿火锅，大概人均40到100加币；吃一顿日本拉面，大概15加币左右；一份台式盐酥鸡7到10加币左右；吃港式早茶，虾饺大概6到8加币4个；皇帝蟹50到70加币1磅。这是一份温哥华的中餐厅的菜单，供你参考。了解更多物价，可以看我这个视频哦。5. 生活习惯。加拿大的环境好，这是我这周刚刚从 AQI 空气质量网站上查到的信息，分别是温哥华、多伦多和卡尔加里的空气质量指数表现都是良好。加拿大人非常崇尚自然，夏天会去泛舟垂钓、登山、健步行走、游船出海、海滩晒太阳、划独木舟和皮划艇、漂流等。冬天呢，就会滑雪、打冰球。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大自然，那你很适合来加拿大。加拿大的人工很贵，所以很多人就学会了简单的通管道、刷油漆、修车、园艺、木匠，能干的就自己干了。周末和假期，加拿大人会喜欢去郊外的湖边野餐，或者在海边 BBQ， 也会租辆房车去野营。来到这里，相信一直很宅的你，也会乐意入乡随俗，以本地人喜欢的方式享受这份悠闲惬意的时光。但是你会远离国内的家人，远离国内的朋友，在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没有了之前积累的人脉，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尤其是在国内过春节的时候，给家人拜年，听着电话里热闹的爆竹声，自己却身处万里之外的异国，你是否做好了鸟儿离巢，忍受思乡之苦的心理准备呢？6. 不得不提的优点。加拿大对于弱势群体的福利还是非常完善的，无论什么建筑，残疾人都会有可以推着轮椅进出，以及推着儿童车的家长进出的无障碍通道。商场、公共交通、住宅楼无一例外，公交车的前门台阶也可以翻转到地面上，方便残疾人和家长推着儿童车上车。除此之外，单亲妈妈、无家可归者、心理有问题的患者，每个群体都能找到一系列的社会援助。某些特定的工作也是会优先弱势群体的。这样和谐美好的社会体制，是否会让你感到一丝丝的温暖呢？听完了以上6点，你有没有改变心意呢？加拿大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但我希望你真正了解它之后，再权衡利弊，找寻最适合自己的移民之路。等到我们老了，不后悔尝试过，而是庆幸有过这样一份人生经历。这个壮阔、美丽、包容的国度，值得你奋不顾身。其实移民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适不适合自己的问题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好运，追求他们自己的梦想。好了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我，并开启通知小铃铛哦。有问题就给我留言吧，我会尽量回复你们的。下期见啦！